我是阿乐。那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用 Page 做的一个周计划的模板。那我之前有做过一版是基于 Timeline 的周计划，每次是打印出来用的，用笔写写画画。然后后来因为小刘在家办公呢，就不能蹭他们办公室的打印机了，所以就又用回了 Google Calendar。渐渐的我发现这种基于时间的计划方式有缺陷，就虽然同样一件事情做完了，就从上午改成了下午，我还要去日历上拖一下时间，就修改一下。然后再比如我每次发播客的话是有一个检查清单的，那相当于说一个工作流。日历的话就没有办法完成一件划掉一件那么清晰，所以我就意识到说，自己好像还需要一个待办事项。然后加上我5月买的 iPad Pro 嘛，我一直忙着那个运营这个 YouTube 频道，就没有利用起来。那前段时间呢 YouTube 就给我推了 Ahom 这个韩国博主的电子手账，我就有用他的周计划模板，用了差不多1个月吧。我觉得还是不是很符合我的胃口，我就按照自己的使用习惯用 Page 自己改了一版。那在信息栏里面我会贴出 Ahom 的 YouTube 频道和我改版后的周计划的模板，可以大家免费下载，就看自己适合哪种类型。因为毕竟那个新版的 iPad Air 呢也支持 Apple Pencil 了，如果你还在犹豫的话，我推荐看看Ahom的视频，他做的电子手账都太好看了，真的。不过当然啦，我们的周计划呢都是支持打印成那个 A4 纸这样实体来做计划的，也不费钱。那接下来我就介绍一下我这个周计划模板怎么用，然后为什么这么设计。首先呢，就是在这个圆圈里面写上第几周，如果你关心月份的话，就在边上加个月。我因为这个是月计划的内页，我就不记了。然后在这一行写上日期，然后我会标出放假休息的时间，比如说周末啊、中秋啊、国庆节假期啊，就不管什么颜色，一想到这个是休息日就会很兴奋嘛。然后做计划的时候也会安排说休息日的时候做哪一些娱乐活动。右边是可以放天气的，这个贴纸也是来自 Ahom 的，大家可以去他那下载，我就不搬运了。接下来主体就是这个待办事项，总共有9个。那之前有提到说播客的检查清单嘛，我就是这样做完一个划掉一个，然后也不用脑子记啊。还有就是 YouTube 发布清单，比如说字幕啊、风图啊、文案啊，或者写文稿啊，反正也是这么用的，就是完成的用黄色，未完成的就是用红色，然后打勾或者打叉，大家就是按自己的习惯来用。那另外我强烈推荐大家在周5的时候做周计划，而不是周日。那我也是因为听了这期播客才觉得说周5确实比周日做计划更好，尤其是对于上班族来说。因为呢就是第一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受，就周5的下午呢一般都效率很低嘛，就很期待周末，根本就写不了什么代码，然后基本上都摸鱼划水。所以就抽20分钟的时间来做一下计划的话，就把那样蠢蠢欲动的那种浪费的要的时间呢就利用起来。第二呢，就是我估计大家也会有周一综合症，就是周日晚上都会特别焦虑，因为我们不知道等到我们的第2天到底有哪些难搞的事情啊。就算周日去花时间做计划，你也会发现有些需要同事配合的，你也可能也联系不上他，你只能说我明天去确认 A 确认 B 确认 C。 但是在周5安排的时候就没有这些问题，你可以丢个链接邀请过去，跟人家还可以跟你同步，那你也能顺利的安排接下来1周的工作，所以这样对于周一的恐惧呢也会减少一点。另外第3呢，周5计划的话也可以好好的安排一下周末的行程，比如说你要提前预约餐厅啊，还是买门票啊，还是跟朋友约时间啊，都能找到人，不至于说周末起来突然说我想去什么地方，然后发现他的门票要提前1天预约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因为没有周一恐惧症了嘛，你周日也是完完整整的好好的享受这个完整的周末。所以呢就是最好在周5的时候找一个20分钟的时间，把周末还有接下来1周需要完成的事情呢就是填上，想填多少填多少都没事，就最后再去看自己完成了多少。还有就是有 deadline 的时间的话，要用这种感叹号啊紧急的标起来。接着往下面看的话，这里有一行是没有小圆圈的，就可以作为 to do list 的扩展，也可以作为下面这部分总结反思的一个
扩展，就来单独记录，比如说今天花了多少钱，所有的钱就是都在这一行，或者今天一件开心的小事，然后也都在这一行，或者说今天的效率打几分，也算是个标记的 tag 吧。虽然我觉得就是子弹笔记非常繁琐，要一遍一遍重复的各种目标，但我觉得它背后的理念呢，我还是蛮认同的，就是专注、反思和持续。这里践行的就是反思这个关键字嘛 ，reflect。就像照镜子一样，就看着自己微笑的时候牙齿上有没有菜叶，对不对？或者吃完巧克力啊，嘴角有没有残留？就通过反思审视自己消费时间的方式呢，来不断的追问自己什么是比较重要的不得不做的事情，那什么又是自己感兴趣的，就整理自己的思绪，然后删掉不重要的事情，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是花费在少而精的事情上面。总的来说呢，这块就是可以做当天的记录情绪啊，简单的日记啊，或者一天吃了一些什么啊，运动的指标啊等等这样的小事，可以作为一个回忆。我偶尔的话会贴一些照片在这里。接下来就回到顶部，这个两个呢，就是我想改造iHome那款周计划的最大原因了：习惯记录和月目标、周目标。那习惯记录呢，就虽然这下面这个小方格。我会记今天起床的时间、睡觉的时间，但对于像习惯养成类的，比如说像健身啊、学习啊这样打卡式的，我就还是希望可以一眼看到完成度。我觉得就看大家喜好吧，3个小方格的日常记录和3个习惯追踪这2种不同的形式应该足够一天的那种记录了。其实我每一个就记了2个，其实我也不太推荐说一次性记太多。比如说我本来想打算今天记就是今天喝了几杯水，然后说有没有吃水果这类的，但我觉得还是太麻烦了，可能导致我别的都不愿意记了。其实在意志力和原子习惯这2本书中呢，都有强调说一次性不要设置太多的目标，要用已有的习惯呢去带动想要养成的习惯。大家甚至也可以把做周计划这件事情呢当做一个习惯来持续的进行下去。接着就是这一排空白栏呢，是用来放周目标和月目标的。当然没有目标的人呢，我觉得用来放这一周的名言警句，或者看到比较好的句子摘抄在这里，也会给自己一个比较大的动力。像子弹笔记里面，它就会不断的去从年目标到月目标到周目标到日目标，一个个的细分下去。虽然我觉得那件事情很麻烦，但是月目标和周目标其实就是在给你一个指导，说这周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跟我的目标是不是契合的，我有没有走错方向。其实方向比努力更重要嘛，对不对？这时候又讲到了另外一个关于精力管理的这本书，那它其实就讲到了一个核心的问题，说因为时间是有限的，但精力不同。对啊，就是每个人都是24小时，为什么有些人一天能完成那么多事情自己就只能摸摸鱼呢？所以就是说管好精力变相的是在延长时间，完成比别人更多的任务。所以这样基于 to-do list 的周计划呢，就可以让自己去尽量多的完成更多的事情，而不再关注说这件事情我要在哪个时间点里面做。那以上就是今天这期的全部内容了。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帮我点个赞，分享给你的朋友，然后喜欢我的视频记得订阅。那我们下期见，拜拜。